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幽门螺旋杆菌呢，会导致患者出现胃炎、胃溃疡等疾病，严重的还会引发胃癌。主要呢是由于饮食卫生、个人卫生等原因引起的。那么幽门螺旋杆菌患者都会有什么症状呢？第一种，消化不良。由于患者得到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，胃部出现炎症，影响消化系统，所以导致患者会出现消化不良。严重的消化不良影响进食，还需要服用药物辅助治疗。第二种，口臭。当人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后，这些细菌会存在于你的牙齿之间，时间一长呢，导致牙齿细菌越来越多，从而引发了口臭。同时，人体的消化不良也会引起口臭。第三种，呕吐。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致胃部出现疾病，影响胃部的正常运转消化，从而引发了呕吐的症状。有的人还会伴随着腹痛的症状。平时生活中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卫生，不要吃不太干净的菜。聚餐最好呢分食，或者是用公筷，勤洗手，预防细菌感染。想要长寿，要先疏通经络。那今天教大家2个拉筋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可以让身体保持健康状态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然后在后背，双手在后背，食指交叉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手掌心向下按，头部也向后仰，身体向后弯曲，最好用点力气，尽量的拉伸身体，坚持10秒，回到原位再做，每次做3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疏通肝胆经络，对提升阳气、缓解背部疼痛有很好的作用。动作2也是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从身体两侧慢慢的向头顶上伸直，手掌心朝上，同时头部向上抬，看向手掌，这样坚持10秒，再慢慢回到原位，反复做3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疏通手三阴和肝胆经络，不仅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强健骨骼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。做这2个动作的时候呀，要做到位，非常适合夏天做，大家不妨试试。人上了年纪之后，可能会面临血液变粘稠、血管堵塞的问题。那血管堵塞怎么自查呢？腿脚可不会骗人，若出现2个变化，就要引起重视了。腿脚莫名的出现麻木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经常会出现腿脚麻木、酸痛或者是肿胀的情况。这时别大意了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严重的会影响正常生活，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最好及时进行检查。腿脚经常感到冰凉，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腿脚冰凉的情况，认为是气血不足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因为血管堵塞时，血液循环会受阻，而腿脚又处在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就容易使腿脚变凉。血管堵塞是长年累月的，所以大家要提早做好预防工作，养成好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这样才能保护血管健康。话说血管好，人长寿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血管都是有弹性的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血管会逐渐的变硬、变老，出现堵塞的情况。如果想要知道自己血管好不好，可以抬手试试。先将我们的左手抬起来，抬到心脏的高度，坚持一会儿，然后观察一下手指的颜色。如果手指是鲜红色，那么血管还算不错，但如果手指出现暗红色或者是有发青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管不好的表现了。主要呢是因为手指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如果血管出现堵塞，血液流通不畅，手指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，手指颜色就发生了变化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家就该留神了，最好到医院进行检查。引起血糖高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睡觉也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。那下面的3种睡法尽量要避免。睡眠时间太长，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很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，因为血糖在凌晨4点到上午9点这个时间段呢最容易升高。如果睡的时间太长，没有及时的吃早餐，那么就会引起血糖混乱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睡眠时间少，其实如果睡眠不足也会引起血糖升高。因为睡眠不足会减少体内的褪黑色素，而褪黑色素和胰岛素分泌有一定关系。如果褪黑色素减少，那么也会影响胰岛素分泌，这样就容易导致血糖升高。开灯睡觉，很多人有开灯睡觉的习惯，
开灯睡觉会影响到人的激素水平和神经功能，而且还会导致褪黑色素减少，这样影响睡眠质量，也会使人血糖升高。很多人脑供血不足，可能是因为血管堵塞、血液循环不畅所引起的。那该怎么预防脑供血不足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动作也是非常的简单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腰背挺直，双腿并拢，然后将两手交叉在身后伸直，尽量的将手臂往上举，就像用肩胛骨向上推头的根部。这样坚持5秒，两个手臂再快速的落下，敲打腰部，这样反复的做2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使血管扩张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清理血管内的垃圾，有很好的疏通血管的作用，能有效的缓解脑供血不足。平时预防脑供血不足，还要注意饮食清淡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养成有规律的作息时间，这样对大脑健康有帮助哦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1，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了，导致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2，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第一种是海带。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，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作用。血液粘稠是血液垃圾多的一种表现，如果放着不管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体可能会有2种表现，别忽视了。晨起时头晕，如果早上起来感觉到头晕，大脑不清醒、无精打采的，那么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四肢麻木，当血液粘稠时，血管很容易出现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就可能会引起四肢麻木，这也是血液粘稠的一种表现。那当血液粘稠时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想要养血管，可以常吃3种菜。1. 洋葱。洋葱是生活中常吃的一种菜，营养价值很高。洋葱中含有一种叫前列腺素 A 的物质，有扩张血管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增强免疫力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2. 苦瓜。苦瓜虽然吃起来有点苦，但却含有很多营养元素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苦瓜皂苷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的脂肪，有保护血管的作用。3. 茄子。茄子中含有很多维生素 P 和皂苷，有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，经常吃一些也能够养护血管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